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查理芒格。我这辈子活了99年，差不多要把1个世纪看完了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我观察到了人类行为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：人们总是疯狂地试图寻找如何成功的秘诀，却很少有人停下来思考如何避免失败。如果我在视频的一开始就告诉你们，今天我不是来教你们发财的，而是来教你们如何痛苦地度过一生的，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老头子疯了，但请听我说完，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思维模型之一，我称之为逆向思维。就好比那个农夫常说的那句老话，我只想知道我将来会死在哪里，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。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悲剧，并不在于他们不够聪明，也不在于他们不够勤奋。我见过太多拥有名校学位，在写字楼里没日没夜工作的聪明人，医生、律师、高级工程师、企业高管，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智商超群，年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按理说，他们应该非常富有，过着自由的生活。但现实极其残酷且讽刺，当你拨开他们光鲜亮丽的外壳，你会发现，到了65岁退休的那一天，绝大多数人的银行账户依然脆弱不堪。他们不仅没有积累起真正的财富，反而背了一身的债务，必须依靠微薄的养老金小心翼翼地活着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的一生都在不知疲倦地做着一件愚蠢的事情，拼命购买一种叫做伪资产的东西。他们以为自己在积累财富，实际上是在积攒未来的账单。他们以为自己在投资，实际上是在自愿成为金融机构和消费主义的奴隶。这就好比你想要往东走，却拼命地向西奔跑，你跑得越快，离目标就越远。今天我要利用这99年的经验，为你们做一场财富解剖手术。我要揭露5种最常见的，也是最致命的伪资产。这些东西通常被包装成成功的象征、安全的生活方式，甚至必不可少的投资。但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不把这些东西从你的资产负债表上划掉，无论你赚多少钱，你最终都将一无所获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需要先达成一个极其简单的共识，不用去管商学院里那些复杂的定义，把你脑子里那些关于资产负债表的教条都忘掉。什么是资产？真正的资产是那些能往你口袋里送钱的东西。不管你是否起床工作，不管你是否生病，他们都在那里，像勤劳的奴隶一样，源源不断地为你通过利息、分红或租金产生现金流。什么是伪资产？伪资产就是那些把你口袋里的钱掏走的东西。不管你觉得它看起来多么体面，只要拥有它意味着你每个月都要支付利息、维护费、保险费、管理费，那它就是你的负债，是吸血鬼。大多数人的生活之所以是一场悲剧，就是因为他们误把吸血鬼当成了宠物来养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这场关于愚蠢的清算。我们要谈的第一个愚蠢行为，也是中产阶级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，就是对汽车，尤其是豪车的痴迷。这可能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智商税之一。很多人可能会反驳我，查理，我需要车去上班，我需要车接送孩子。当然，你需要交通工具，这没问题。但我说的不是4个轮子的交通工具，我说的是那个停在你家车道上，价值不菲，用来向邻居炫耀的地位象征。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一下，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于买好车。这源于人类一种古老的、根深蒂固的心理倾向、社会认同倾向以及嫉妒倾向。
你的同事换了一辆新的德国豪车，你的邻居买了一辆又大又宽的越野车。此时，你那原始的大脑开始报警了，它在潜意识里告诉你，如果我不跟着做，我就被部落抛弃了，我就显得不如他们成功。广告商非常狡猾，他们利用这种心理，把车和成功、幸福、家庭美满强行绑定在一起，但这纯粹是胡扯。从理财的数学角度看，买豪车是你能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，没有之一。首先，它违背了资产的最基本定义，它不会给你带来1分钱的现金流，只会无底洞般的消耗你的现金。汽油费、昂贵的保险费、保养费、维修费，这些钱就像大动脉出血一样，止都止不住。其次，也是最直观的，它贬值极快。当你把那辆崭新的、散发着皮革味儿的豪车开出销售大厅的那一秒钟，它的价值就瞬间蒸发了10%到20%。你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签了个字，几万块钱就没了。如果你是贷款买的，那就更蠢了，你还要为这个不断贬值的东西支付利息，这在数学上简直就是双重自杀。你用未来的钱买了一个现在就在缩水，而且还要持续吸血的废铁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那个真正摧毁他们财富的隐形杀手。这个杀手有一个经济学名字，叫做机会成本。让我给你们算一笔账，这是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经常做的思维体操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有钱，却开了很长时间旧车的原因。假设你为了所谓的面子，每5年换一辆价值5万美元的新车，你以为你只是花了5万美元吗？大错特错。如果你不买这辆车，而是买一辆1万美元的性能可靠的二手车作为代步工具，然后把省下的4万美元投资到标普500指数基金里，我们不需要什么奇迹般的收益率，就按平均年化10%来计算。30年后，这笔钱会变成多少？不是8万，不是10万，而是70万美元。你没听错，那一辆你开了5年就扔掉的车，实际上花掉了你未来的70万美元。那70万美元本可以是你的退休金，本可以是你孩子的创业基金，本可以是你在海边的一栋小房子。一定要记住，每1块钱不仅是今天的购买力，更是未来财富的种子。你每挥霍1块钱，就是在谋杀未来森林里的一棵大树。这还只是一辆车。如果你一生中像大多数中产阶级那样，为了追赶潮流换了5、6辆好车，你实际上已经烧掉了几百万美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产阶级是伪富人。他们通过汽车这个巨大的漏斗，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财富转移到了汽车制造商、银行贷款部门和保险公司的口袋里。我在生活中见过2种人，一种是想看起来有钱的人，他们开豪车、戴名表、穿著名牌西装，但银行账户空空如也，遇到一点经济危机就惊慌失措。另一种是真正想变有钱的人，他们开着普通的车，住着朴素的房子，但他们拥有大量的股票、债券和企业股权。年轻人经常问我，查理，我该买什么车？我总是告诉他们，买一辆能把你安全从甲地送到乙地的车，最好是二手的，一直开到它报废为止。如果你需要通过一辆车来证明你的地位，那只能说明你本身没有任何地位。只有内心空虚的人，才需要用昂贵的易耗品来填充自己的自尊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摆脱贫穷的引力，第一步就是戒掉对新车的瘾，把车还原成工具而不是身份的图腾，把省下来的每1分钱都投到真正能生钱的地方去。
这是积累财富的第一块基石。我们要谈的第二个伪资产，可能比汽车更具欺骗性，因为它通常是由你信任的人，你的亲戚、朋友，或者是那个看起来非常专业的理财顾问推荐给你的，那就是复杂的终身寿险、分红险、万能险，以及各种号称能兼顾保障与理财的保险产品。在全球范围内，这几乎是收割中产阶级财富的镰刀之王。为什么我要如此严厉地批评这类产品？首先，我们要理解人类心理学中的超级激励反应倾向。本杰明·富兰克林说过一句我很喜欢的话：如果你想说服别人，要诉诸利益，而非诉诸理性。保险经纪人为什么拼命向你推销这些复杂的产品？是因为他们对你好吗？不，是因为这些产品的佣金最高。你每交一笔巨额保费，第一年的钱里可能有一半甚至更多直接进了经纪人的口袋。他们的推销话术简直完美无缺。你看，反正你也是要买保险的，为什么不买一份还能存钱、还能分红，甚至老了还能取出来的保险呢？这既是保障，又是投资，一举两得，听起来像是完美的数学魔法，对吧？但我告诉你们，这是逻辑上的剧毒。在商业世界里，任何试图将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捆绑在一起的产品，通常在两个方面都很糟糕。就像一辆水陆两用汽车，它在陆地上跑不过普通轿车，在水里也比不上一艘破船，而且造价还极其昂贵。保险的本质是什么？是消费，是你花钱把极端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。这就像你给房子买火灾险，你并不希望房子着火来赚钱，你只是为了防止万一。投资的本质是什么？是让资本增值，是利用复利创造财富。当你把钱交给保险公司去投资时，你实际上是在喂养一个庞大的低效的官僚机构。你的钱首先被扣掉了巨额的销售佣金，然后支付了昂贵的公司运营成本、摩天大楼的租金、高管的奖金，最后剩下的一点点钱才被拿去进行非常保守的投资。如果一样东西既承诺给你绝对的安全感，又承诺给你可观的投资回报，那么它通常是一个谎言，或者是你看不懂的复杂骗局。在这个游戏中，信息是极其不对称的，你根本算不清那种复杂的现金价值表，你也搞不懂那些晦涩难懂的条款。保险公司就是利用你的无知和对未来的恐惧，把你套牢在一个长达20-30年的低收益合同里。我有个朋友38岁时买了一份终身寿险，每年交5000块，交了30年。等他68岁退休时，他以为自己会有很大一笔钱，结果呢，算上通货膨胀，他的实际购买力不仅没有增加，反而缩水了。那点所谓的分红，连银行定期存款都跑不赢。如果他当初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，情况会截然不同。这个决定叫做购买定期寿险，并将差额进行投资。定期寿险非常便宜，因为它只提供纯粹的保障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理财功能。同样的保额可能只需要几百块钱。然后他把省下的4000多块钱每年雷打不动地投到最简单的指数基金里。30年后，这一边的账户里可能有将近100万，而另一边那份复杂的保险合同里可能只有可怜的10几万。这中间巨大的差额去哪儿了？变成了保险公司的利润，变成了销售员的豪华游艇。这不仅仅是投资失误，这是一场长达30年的财富转移，从你的口袋转移到了金融机构的口袋。所以我总是说，如果你需要理发，千万别问理发师；如果你需要理财，千万别问卖保险的。
我们要把保险和投资彻底分开。买保险就是为了防灾，越便宜越好，定期寿险足矣。投资就是为了赚钱，要找效率最高的地方。不要试图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捷径，把两者混为一谈的人，最终只会成为被宰的肥羊。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充满争议，甚至会让很多人跳脚的领域。这是第三种我绝对不会碰的伪资产——黄金，以及它的现代变种加密货币。我知道很多人把黄金视为避险资产，把比特币视为数字黄金或是未来的货币，但我必须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，在我看来，这些东西从根本上讲不是资产，而是投机品。甚至对于某些加密货币来说，我认为那是老鼠药。为什么？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核心的投资哲学，区分生产性资产和非生产性资产。什么是生产性资产？如果你买了一亩农田，不管市场怎么变，这块地每年都会长出玉米或小麦。如果你买了一家好公司，比如可口可乐，它每年都会卖出无数瓶饮料，然后把赚到的利润分给你。这些资产本身是有生命力的，它们在创造价值。但是如果你买了1盎司黄金或者1枚比特币，你把它们锁在保险箱里，或者存在电子钱包里，你哪怕盯着它看上100年，抚摸它，对它祈祷，它也不会生出小黄金，也不会给你哪怕1分钱的利息。1盎司黄金永远是1盎司黄金。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什么？完全取决于将来有没有另一个人比你更疯狂、更愚蠢，愿意花比你当初买入时更高的价格把它买走。这就是著名的博傻理论。你买它不是因为它能产出什么，而是因为你觉得这世界上还有更大的傻瓜。只要你的投资逻辑依赖于下家的出现，而不是资产本身的产出，你就不是在投资，你是在赌博。而在赌场里，久赌必输。让我们看看历史数据。很多人说买黄金抗通胀，这在短期内或许是对的，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100年，黄金的回报率低得可怜。相比之下，投资于美国企业的股票，回报率是黄金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。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？因为黄金无法利用人类的智慧和创新，它只是一块惰性金属。而企业，由聪明人组成的企业，可以发明新技术，可以开拓新市场，可以提高效率，这就是复利的魔力所在。至于加密货币，我的看法更直接，它不仅是非生产性的，它甚至缺乏黄金那样的工业用途和几千年的文化积淀。它本质上就是一段代码，一种在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催生出来的投机泡沫。我见过太多年轻人，他们瞧不起那些慢慢变富的方式，瞧不起每年10%的收益率，他们妄想通过炒币一夜暴富，但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心态。这就像有人在街上靠贩卖毒品赚了大钱，难道你就要去学他吗？有些钱哪怕摆在地上，我也不屑于去捡，因为那样做会弄脏我的手，更重要的是会弄脏我的思维模型。一旦你习惯了通过投机这种不劳而获的方式赚钱，你就再也无法忍受通过勤劳和智慧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了。这才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摧毁。如果外星人来到地球，看到我们把黄金从地下的洞里费劲地挖出来融化，再搬到另一个有人看守的地下洞里锁起来，除了付保管费什么也不做，外星人一定会认为这个物种脑子有问题。真正的富人从不靠囤积石头或代码致富，他们靠拥有企业致富。看看富豪榜，有谁是因为在家里地窖藏了一堆金条而上榜的？没有。他们上榜是因为他们拥有沃尔玛、
拥有亚马逊，拥有伯克希尔哈撒韦。所以如果你想积累真正的财富，请远离这些没有产出的东西，去找那些能为你生孩子的资产，而不是那些只能看着你发呆的石头。接下来的这个伪资产更加隐蔽，而且有着极其体面的包装。这就是第四种我们要避开的陷阱：昂贵的主动管理型基金。你们一定经常听到这种论调，术业有专攻，理财这种复杂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人士来打理。于是你们把钱交给了那些穿着定制西装，坐在豪华办公室里，拥有常青藤名校博士学位的基金经理。你们认为凭借他们复杂的数学模型，24小时的全球市场监控，他们一定能战胜市场，带给你超额回报，对吧？很遗憾，全错了。这可能是金融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。这不仅是错误的，而且是极其昂贵的错误。华尔街不仅是一个金融中心，更是一个巨大的营销机器。他们想让你相信，如果不把钱交给他们，你就无法理财。但事实上，这群所谓的精英，绝大多数根本跑不赢哪怕是最简单的市场指数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，而是因为数学规律在起作用。这不仅是一个零和游戏，算上费用之后，这是一个复合游戏。让我给你们揭示一下其中的秘密。主动型基金通常会收取高额的管理费，有些甚至高达 2%， 还要加上 20% 的业绩提成。 2% 听起来不多，对吧？但我们要把它放在复利的环境下看，如果你持有这个基金30年，这每年 2% 的费用最终会吞噬掉你全部收益的多少？你可能会猜 10% 或者 20%， 答案令人震惊，它会吞掉你最终财富的将近一半。这就像那个著名的华尔街笑话，一位客户去参观金融区，导游指着港口说，看，那是银行家的游艇，那是基金经理的游艇。客户天真地问，那么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呢？答案是，客户没有游艇，客户的钱都被拿去买那些银行家和基金经理的游艇了。即使这些基金经理什么都不做，或者即使他们把你的钱亏了，他们依然照常收取管理费。这是一种无论输赢庄家通吃的商业模式。我这辈子最讨厌这种靠剥削别人无知来赚钱的生意。更糟糕的是，主动基金为了证明自己在工作，会频繁地买进卖出。这不仅产生了巨大的交易成本，还会产生大量的税务负担。这些隐形成本最终都是由你这个投资者来买单。在投资领域，努力并不等于回报。在这个领域，懒惰往往是美德，而勤奋往往是罪恶。对于 99% 的普通人来说，试图挑选出下一个明星基金经理，比挑选出下一个暴涨的股票还要难。那你该怎么办？答案简单的让人难以置信，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，承认自己战胜不了市场。这不仅是一种谦卑，更是一种大智慧。去买那些费率极低，甚至接近于零的指数基金。这种基金只是简单的买入并持有整个市场的所有公司，没有昂贵的基金经理，没有频繁的交易，没有高额的广告费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就避开了华尔街的吸血鬼。只要你跟着国家经济和企业盈利的整体增长，你就已经击败了绝大多数所谓的专业人士。在投资界，最简单的往往是最有效的。任何试图把事情变复杂的人，通常都是想从你口袋里掏钱的人。最后，我们要揭露第5种伪资产。这可能是最反直觉的，因为它看起来最安全、最稳妥，
那就是长期持有大量现金和长期债券。每当市场波动，每当股市下跌，我就看到无数人惊慌失措地卖出资产，把钱换成现金或者存定期，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本金。他们会说，查理，我不想冒险，我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这种想法体现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线性思维。在物理学里，物体不动不代表没有力在作用。在经济学里，即使你的钱躺在银行里不动，也有一股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在每分每秒地侵蚀它。这股力量就是通货膨胀。通货膨胀是政府对公民征收的一种隐形税收，而且是你无法投票反对的税收。如果你持有一张收益率为 4% 的长期债券，听起来比银行利息高，但是如果通货膨胀率是 3% 呢？如果你的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疯狂印钞票呢？再算上你要为这 4% 的利息交税，如果是高收入者，税率可能高达 40%。 让我们算一算，4% 的利息扣税后剩下 2.4%， 再减去 3% 的通胀，你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 0.6%。 你以为你在赚钱，实际上你的购买力在缩水。这叫什么安全？我称之为保证贫穷。所有的法定货币最终都会回归其内在价值，那就是纸张的价值。在与通胀的几百年战争中，现金从来没有赢过，历史永远站在通胀这一边。我并不是说你手里1分钱都不能留，你需要保留适量的现金来应对紧急情况，或者像我们在伯克希尔哈撒韦那样，持有现金是为了等待绝佳的投资机会，也就是所谓的捡金子的机会。但是如果你把现金本身当作长期的财富储存手段，那你就是不理解现代货币体系的本质。你是在用今天的汉堡包去换取30年后只能买得起半个汉堡包的钱。这就像温水煮青蛙，你感觉不到疼痛，因为数字没有变少。但当你几十年后醒来，你会发现你存了一辈子的钱，可能连一间像样的厕所都买不起。真正的风险不是价格的短期波动，真正的风险是购买力的永久丧失。要对抗通胀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持有那些能够随着通胀提价的生产性资产。可口可乐可以涨价，喜诗糖果可以涨价，因为人们需要它们。但你手里的纸币不会自己繁殖。做一个理性的长期主义者，意味着你要敢于忍受短期的波动，去换取长期的增长，而不是为了追求短期的虚假安稳，接受长期的必然毁灭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。我们将豪车、复杂的保险、黄金与加密货币、高费用的主动基金以及贬值的现金统统扔进了垃圾桶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已经赢了 90% 的人，你已经堵住了财富流失的漏洞。那么既然这些都不能买，我们到底该把钱放在哪里？怎么才能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财富堡垒？答案简单的甚至有点无聊，但正是这种无聊造就了无数的巨富。答案只有一个，你需要拥有生产性资产。最典型的生产性资产就是优秀公司的股权，也就是股票。很多人一听到股票就害怕，觉得那是赌场，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股票。当你买入股票时，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会在电脑屏幕上红绿跳动的代码，你要把它看作是你拥有一家真实企业的一部分所有权。当你买入标普500指数基金，或者买入像苹果、可口可乐这样伟大的公司时，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成千上万名全世界最聪明、最勤奋、受过最好教育的人，那些科学家、工程师、职业经理人，他们每天早上起床，去工厂、去实验室、去谈判桌，他们都在为你打工。他们绞尽脑汁地想办法降低成本，想办法开发新产品，想办法击败竞争对手。最后，他们把赚来的利润通过分红或者股票回购的方式送到你的手里。这就是资本主义最美妙的地方。你不需要比别人更聪明，你也不需要比别人更努力，你只需要拥有那些聪明又努力的人正在做的事情，那就是所有权。我这辈子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来自于此。我不需要每天盯着盘面看，我不需要预测明天的经济数据，我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我称之为坐以待毙 Sit on your ass investing。 把你的钱投给那些伟大的企业，然后坐下来闭上嘴，什么都不要做，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，让复利成为你的奴隶。所谓投资，就是把钱从内心急躁的人手里转移到有耐心的人手里。这不仅仅是金钱的游戏，这是性格的试炼。如果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消费欲望，不去买那些为了面子的伪资产，如果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和贪婪，不在市场大跌时惊慌抛售，不在市场狂热时盲目追高，如果你能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把闲钱投入到真正的资产中，你会发现雪球会越滚越大。刚开始可能很慢，可能前5年、前10年你看不到太大的变化，但只要你坚持下去，复利的力量会在某一个临界点爆发。30年后，当你看着你的账户时，你会发现自己不仅富有，而且自由。你不再需要为了生计而出卖自己的时间，你不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，这才是真正的财富。真正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显眼的奢侈品，而是你拥有多少不被别人支配的时间，以及睡觉时的安稳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几句心里话。我这一生被人们称为智者，但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智商。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，仅仅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善于避免愚蠢。智慧的核心往往不是学习更多深奥的知识，而是消除更多的愚蠢行为。生活也是一样，幸福往往不是通过增加什么获得的，而是通过减少什么来实现的。减少那些为了虚荣而产生的无谓消费，减少对一夜暴富的幼稚幻想，减少对复杂金融产品的盲目迷信，减少对他人的嫉妒和攀比。当你清理掉生活中的这些伪资产，当你把那些沉重的包袱从肩膀上卸下来，你会发现你留下的不仅仅是金钱，更是真实的宁静和自由。在这个充满噪音和诱惑的世界里，保持理性是很难的，做减法是痛苦的。当周围的人都在疯狂时，保持清醒是孤独的。但请相信我，这种孤独是值得的。去建造你的石头房子吧，让别人去搭他们的纸牌屋。当风暴来临的时候，你会感谢今天做出决定的自己。我是查理芒格。保持理性，总是反过来想。我们下次见。